喺繁忙嘅晚飯高峰時段，呢間位於新加坡薰衣草區嘅老字號粵菜館，因為突如其來嘅電梯故障，打亂咗日常嘅運營秩序。係咪捧上去啊？電梯壞咗，你哋講，即係咁樣捧上去咧，辛苦啲咯，都係要㗎。果斷處理完緊急狀況之後，飯店嘅第三代負責人黃家星即刻返自己嘅工作崗位。而家開始做客人訂嘅水晶玉蘭雞啊！用85攝氏度嘅熱水將雞浸熟，之後用冰水嚟浸泡，令雞皮收縮緊緻，再經過細緻嘅起皮拆骨。呢味傳承自阿爺輩嘅經典菜肴水晶玉蘭雞就可以大功告成。除咗水晶玉蘭雞之外，皇家嘅菜譜裏邊仲保留住好多年過半百嘅經典粵菜，好似紙包雞、乾煎蝦碌、桂花翅、佛缽飄香同瓦煲菜等，佢哋至今仍然深受食客嘅喜愛。3、4代嘅人都有嘅，佢哋嚟到仲會同我哋講，我細子、我阿爺啊、我阿爸都帶我哋去嗰度食啊，去舊地真係有時覺得好感動，可以做咁多代嘅人嘅生意，又可以令到佢哋食到嗰啲舊時嗰啲味道。喺新加坡立國之前，喜臨門已經開咗張，一間老飯店，一本老菜譜，傳承3代人。屹立喺異國他鄉大半個世紀。魚咧最緊要睇得硬，牛肉要鮮紅。我細個就跟住阿嫲嚟北室買嘢，佢話買板係最重要噶嘛，要知道啲食材啊點樣新鮮啊。黃家星，新加坡喜臨門大飯店嘅第3代繼承人。30年前，喺家族嘅期望同阿爺阿嫲嘅鼓勵下，呢位金融學畢業生毅然放棄咗令人羨慕嘅會計師工作，轉移返家族飯店，開始從最基礎嘅打雜同採購工作做起。今晚有佛缽，鮑魚有2隻。採購完食材，黃家星趕住喺10點前要返到飯店，負責品質監督同烹飪指導嘅4叔亦都準時出現。兩叔侄嘅日常工作重複住前輩嘅節奏。我都81歲啦，我照做啊，入廚房跟下眼啊，出入啊，收下錢又係乜都做啦。喜臨門大飯店嘅傳統手工菜聲名遠播，少唔到4叔嘅貢獻。不過講到佢嘅前身，其實係專門做燒臘快餐嘅走鬼檔。即係戰爭啦，我阿嫲咧就翻嚟中國啦，咁我阿媽咪即係賣燒臘養大我哋咯。黃家星一家嘅幸福係要歸功於阿嫲嘅勤勉同阿爺精湛嘅廚藝。正係阿爺當年將地道嘅順德瓦煲菜引入餐廳，新加坡先有咗首家可以品嘗到正宗廣式瓦煲菜嘅餐館。可以講佢獨家首創㗎，成30幾種瓦煲菜。喺資深粵菜師傅手裏邊，萬物皆可被瓦煲。不過以往嘅瓦煲菜多數係出沒於市井街坊嘅家常飯台，直到上世紀80年代，瓦煲菜中嘅啫啫煲喺一眾大排檔當中成為當家花旦。李家星6號啊，6號啊，6號一個啫啫煲啊！喺用餐高峰時段，4叔總係喺廚房同餐廳之間來回忙碌穿梭，從落單到出菜，每個細節佢都細心監督。有一陣黃家星就負責烹製。瓦煲菜嘅製作咧，最緊要注重嘅咧係控火候，水咧係個份量要落幾多，同埋煮嘅時間。你唔好睇咁簡單喎，瓦煲有爆香，有啫啫煲，又有燜嘅喎。瓦煲菜嘅靈魂在於揭蓋就噴湧出嚟嘅焦香鑊氣，要逼出呢陣鑊氣，瓦煲溫度就要夠高，令熱油同料頭好似乾柴碰烈火。將薑蔥蒜等料頭中嘅香氣撞出，形成濃郁香味，然後
將主料放入燒到喳喳響嘅瓦煲裏邊，高溫之下，食材表面迅速受熱焦化，內部水分被鎖住嘅同時，亦激發咗美拉德反應。炆魚啊，又有炆牛腩啊、炆海參啊，呢啲都係炆嘅。最大嘅區別咧係汁多，啫煲係汁少。無論係炆煮定係啫，瓦煲菜喺上台開蓋之前都保持住相對密閉嘅高溫狀態。當喺客人面前揭蓋嗰陣，香氣即刻騰空而起，直衝鼻尖。忙嘅係40-50煲，如果唔繁忙嘅，唔知有時都10幾煲咁樣。Thank you, sir. Thank you. 餐飲人每日都食無定時，收咗工，第2代同第3代家族成員聚埋一齊，開始不定期嘅試菜同品味嘅檢驗環節。咁你哋試下今晚嗰啲菜啊，睇下啱唔啱味道。我就覺得呢個更加似喎，少咗個紅蘿蔔絲喺度，個點綴啊喺度，色香味顏色排第一啊！肉蘭雞啦，油浸筍殼啦，八寶鴨啦，我哋一定要保留嗰啲半個世紀嘅菜式。所以你而家兩兄弟就要堅持落去，係越做越好，係仲要超越過阿爺，呢個係阿爺嘅希望咧，我冇呃你嘅，繼續努力。OK。柳州憑借一碗螺螄粉聞名天下。呢度除咗螺螄粉，仲有豬肉乾、五彩粉餃、糯米飯、水油堆、孜然小魚乾，美食縱橫，可以從早食到晚都唔重複。不過，想要食到從螺螄粉演變出嚟嘅另一種美食，咁就要等到夜市開檔。晚黑9點，柳州人嘅夜生活撳低啟動掣。Hello， 歡迎新進直播間的朋友們，你們看到的就是我們在柳州風情港夜市賣螺絲鴨腳包。如果你們沒有吃過，係呢個4平方米夜攤嘅話事人。朋友啊，在下面。好的，記得點關注啊，朋友們。老公，等下一個炒鴨腳打包的，一個炒田螺和炒螺螄粉都打包，聽到嗎？好，記得。黃哥既係老細，更加係後廚核心。至於呢一位忙碌中又有啲得閒嘅大叔，就同呢個檔口嘅名號密切相關。哦，再加啲紅油，更加好看啲。多放2顆了嘛，更加吃得舒服啲，唔要咁小氣。走了，我認得走了，你回客。你的螺絲鴨腳包上餐啦！好，謝謝。螺絲鴨腳煲睇上去其貌不揚，但食一啖成頭汗，越食越想食，已經唔覺正值盛夏，亦都唔會留意原來一口氣已經食到咗凌晨。螺絲鴨腳煲嘅源頭嚟自螺絲粉，喺以前大家食螺絲粉總係中意搭配各種小食。久而久之，螺絲鴨腳煲就應運而生。以前在80幾年的時候，在那個大碼頭，剛開始是賣一碗一碗的螺絲開始的，趕集，然後肚子餓了也會燙一些粉吃，所以演變出了一道美食是螺螄粉。然後再到現在，對口味的要求越來越豐富，然後我們又用螺絲湯來把裡面放入豆腐泡啊、鵪鶉蛋啊、芋頭這些食材，就成了現在你們看到的這道螺絲鴨腳包。這個湯底的味道始終會有一點跟廣東不一樣，我覺得這個會比較濃郁一點。柳州螺螄粉，它更多的是這個螺絲的香。柳州山多水豐，盛產螺絲。螺絲係本地人對石螺同田螺嘅統稱。俗語講：3月螺絲滿肚仔，7月螺絲任你砌。去柳江邊捉螺，亦成為咗柳州人獨有嘅童年樂趣。哇！有螺！啊，誰抓得多？啊！螺絲跑了！好，開摸。摸到了，放進來，真棒！我要摸到1顆。1顆啊。
你摸起来。哎呦，你抓了这么多啊！一抓一抓的，哎呦，好的好的。这边都给你剪完了。这是什么螺？你知道吗？这是石螺。哦，对啦。我們做螺絲鴨腳包，螺絲粉就是用的這個螺。湯底提鮮嘅秘訣，當然係要有石螺。像這個螺絲已經脫殼的情況下，就代表它已經熟透了，我們就可以準備炒了。蒜粒、乾辣椒、酸筍、生薑爆香。洗乾淨泥沙嘅主角石螺，呢個時候先至身光頸靚咁登場。加點醬油和蠔油，鮮上加鮮。靚嘅螺絲粉湯底唔會刻意追求味重，而係講究鮮。湯要鮮，梗係少唔到豬骨、雞肉啦。但關鍵在於唔起眼嘅石螺仔。加入我們的螺絲熬湯。即將起鍋之際，旺哥手急眼快，將之前煉好嘅紅油倒入去，誘人嘅香辣即刻被逼晒出嚟。螺絲湯再淋入我們爆好的紅油，鮮香美味的螺絲鴨腳包的湯就好了。它的螺絲鴨腳包非常的入味，聞起來臭，也要吃起來好香。臭定唔臭，關鍵就睇酸筍。酸筍要用本地麻竹筍嘅下筍嚟到醃製，柳州人叫佢大頭甜筍。每年6到10月係採摘期，羅君華開始採收自己種植嘅竹筍，今日要收400斤。一般而言，我們從山上竹林裡面收下來，到去殼不要超過2個小時，到下缸醃製不要超過3個小時。醃製過程好簡單，去殼、收筍頭、洗乾淨成個葉，唔使切絲。醃製一定要用本地嘅山泉水，然後加入母水，亦就係2年以上嘅老酸水。醃夠3個月就可以開壇落鍋。洛洛，有嚟睇呢啦嘛？過來了。我等你那邊上身咧。今年第一批醃製好嘅酸筍已經可以出缸。吳紅每年都會準時過嚟試第一啖先。可以保持皮酸性，好醇香，好黃爽嘅。這個月呢，最少4個月，我跟你講，好火沉地啦。吳紅採購食材，廚房嘅壓力就靠旺哥一個人嚟承擔。佢要自己一個準備今晚開檔嘅所有配菜。柳州螺絲鴨腳煲嘅鴨腳都係先炸後滷，各家有各家嘅味道。彪哥嘅標準係酥軟易離骨，要做到老年人都可以咬得喐。將炸好嘅鴨腳倒入去，清水浸過，再加秘製老料，文火慢煮2個鐘。滷鴨腳的時候加一丟丟雞粉就很鮮，再放點老抽來調色。事先爆製好的那個紅油，我們來蒸香。2個鐘後，軟糯鮮香嘅虎皮鴨腳終於出爐。一隻完美嘅鴨腳，必須要從鴨掌尖到鴨掌心都吸飽腦汁，骨頭都可以咳咳聲食晒。喺廚房忙咗5個鐘頭，最後一鑊芋頭已經炸好。廣西嘅荔浦芋頭，香甜軟糯，係豐富鴨腳煲口感嘅重要拍檔之一。所有配料準備好晒，旺哥將食材拉去檔口同吳紅會合。喺屋企係夫妻，喺檔口係戰友，2個人一齊開檔，準備迎接新一輪嘅吃貨大軍。有得意係下喎，1份不辣，1份微辣。還沒好，稍等一下再煮了。你要微辣中辣？旺哥係江西人，
同吳紅喺廣州相識，從大城市嘅銷售轉行返柳州學做鴨腳煲，對兩個外行嚟講挑戰唔細。我爸爸剛好身體不好，就問我要不要回來這邊做螺絲鴨腳包。螺螄粉還沒火爆的時候，我們一天營業額最低80元。生意隨住兩夫婦業務嘅熟練越嚟越好。旺哥每日喺廚房同檔口之間要忙成18個鐘頭，佢冇咩生意秘訣，只有堅持2個字，堅持做好每一煲鴨腳，有回頭客先至係每一個大廚嘅最大榮耀。有一個南寧那邊的小帥哥，一個人來這邊旅遊，路過這裡吃了我們一碗螺絲鴨腳包之後來，他就覺得特別好吃，玩了6天就來吃了6天。同無數餐飲人一樣，兩夫婦全年無休，起早貪黑，捱更抵夜。每到夜幕降臨，攤檔擺開，招牌着燈，方寸之地就係佢哋必須奔赴嘅戰場。作為柳州嘅一大特色，螺絲鴨腳煲演變成火鍋嘅形式出場，湯底麻、辣、酸、鮮4味交織，主料螺絲鴨腳兩者交融，3、5知己聚埋一齊，食嘅唔單止係熱辣滾燙嘅火鍋，更係收埋喺火鍋裏面嘅青春記憶。嶺南地區常年氣候濕熱，廣府人講究藥食同源，以藥入湯。唔同時節有唔同嘅燉湯選擇。三伏天係全年最濕熱嘅季節，當季嘅消暑利器要登場啦。而家冬瓜盅咧就係夏季嘅時候咧，就最多人飲噶啦。用冬瓜做湯煲，性寒嘅水鴨做主料，加埋同樣有降火功效嘅薏米、慈實、淡菜等配料，倒老火骨頭湯燉1個半鐘頭，水鴨冬瓜盅就搞掂。一碗落肚，解暑驅濕，老少咸宜。6月正值三水黑皮冬瓜收成季節，三水嘅黑皮冬瓜皮厚肉白，外皮墨綠色似翡翠，輕易就可以生到10公斤以上，而且瓜形勻稱，特別啱做火鍋容器。超叔，恒哥嚟攞瓜，我又嚟睇瓜啦。哦，哇，今年啲瓜好靚喎。係啦。早喺採收之前，呢一畝黑皮冬瓜就已經俾劉廣恒預訂。揾到啦。哇，啱晒啱晒。今日佢係嚟驗收嘅。長1米啦，重嚟30斤啦，直徑咧係20 cm 到嘅瓜，就可以冇損耗咁樣可以做到2個鐘啦。好，就按呢個標準收啦，師傅。好。劉廣恒對冬瓜要求高，佢會先包咗一片田地嘅冬瓜，等瓜農按照自己嘅標準去種。呢種合作模式已經維持咗好多年。劉廣恒係佛山本地人，作為餐飲小白，08年試水藥材湯底火鍋店就係想去廚師化，但係因為食材冇特色，為咗慳成本，位置又偏，新開業就面臨持續蝕本，特別夏天。咁大個場地，甚至只係得2、3圍客。劉廣恒成個暑假都喺度愁緊，最後乾脆放手一搏，喺順德開咗第一家以冬瓜盅為鍋底嘅火鍋店，一開就係17年。揀30斤重、瓜身不直嘅黑皮冬瓜，一開為2，底部削平，邊緣改刀，就係第一裝飾啦。第二嘅話就係加熱嘅時候有地方可以去水咯。鐵鍋預熱之後，將冬瓜放入去，
呢個時候，冬瓜緊緊咁吸住鍋底，冬瓜盅內外閉環，形成鍋盅盅。而家我哋用嘅係八寶湯底啦，落完啲料之後，大概煲5分鐘就可以上台落雞噶啦。冬瓜本身肉味清淡，想勾出瓜嘅清甜味，一係要用鮮味逼人嘅海鮮，一係就要搭配香氣適中嘅禽類，土雞、水鴨都係最佳拍檔。因為我哋要藉住唔同嘅季節去推出唔同嗰個湯品出嚟，基本4樣湯品都可以配搭到唔同嘅湯料嘅。冬瓜盅就係一個舞台，可以等各式各樣嘅時令食材喺呢度大放異彩。鱷魚就係其中一個。係啊，好大條啊！魚姐，啲鱷魚好生猛喎。試下餵魚啊！係啊，嚟試下。你真係有眼光啊，老細！我哋咧就係用葉酸嚟餵啲鱷魚，令到啲鱷魚嘅肉質會提升。葉酸你由大肚婆先食嘅，我想問，我生梗係食好多葉酸咧。老廣信奉鱷魚肉可以滋陰化痰止咳，所以好追捧新鮮鱷魚肉。佢個分佈啊均勻，肉質細膩，同埋咧嗰啲腥味、騷味全部去晒。哦，咁我哋人食落去就更加之健康啦。哦，等陣我哋試一試就知道啦。外邊嗰啲完全唔同嘅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於是人工養殖嘅暹羅鱷、尼羅鱷、灣鱷全部上晒餐台。嗱，今日整煲靚嘢你試下嚇，4年以上嘅鱷魚嚇，等下試試個口感你知啊，好靚噶嚇。完全冇腥味，口感好爽，好爽脆，好甜，湯好甜啊！係啊，唉，唔好講咁多嘢，今日我即刻帶3條走，第日嘅話我有咩落單嘅時候即刻俾電話你。好。啊，我而家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食到乾晒啊！好。原材料嘅選擇都係就近原則，就係為咗一口鮮。冬瓜盅嚟啦！先食咗魚生開胃，再飲呢個冬瓜湯暖翻個胃，跟住咧就食我哋嘅煎墨魚餅啊，同埋嗰個煎粽，咁樣咧就可以熱氣同埋嗰個涼咧就可以中和翻啦。食得咯！冷盤魚生同熱辣鮮湯嘅火星撞地球，香口小食同清甜冬瓜嘅口感對比，冰與火，熱與涼。呢個係劉廣恒自創嘅冰火兩重天食法。冬瓜消暑啊嘛，我哋由細到大都係飲湯㗎啦，同冬瓜夾埋一齊咪幾好咯。從一開始冇人睇好嘅冬瓜盅火鍋店，到而家總店屹立不倒，仲開咗2間分店。劉廣恒冇鬆懈到，經常去餐廳後廚度把關。呢個牛雜咧，個牛膀啊、牛肺啊、牛腸啊，都每樣都有啲。劉廣恒相信，只要食材新鮮、製作用心，一定留得住客。夏季反而係火鍋嘅旺季。你好，係咪想加啲嘢？你加啲嘢。啊，好，我幫你加。炒飯，加個炒飯係嘛？老公坐鎮後廚，樓面就係老婆李碧玉嘅主場。寫咗個螺係咪嗰啲田螺一份啊？係啊，炒螺嚟㗎，大做啦。每日2個飯市轉到陀陀令。我今晚你睇住廚房咯，我要過去其他店咯。好，收到。嚟，湯煲好啦，開飯啦！有啊，有湯飲喎。飲，遞啲碗過嚟，我滗湯先。忙完週末高峰期，兩公婆終於有時間可以坐落嚟陪屋企人食餐飯。今日跳舞跳成點啊？仲可以。聽下小朋友嘅童言智語，檢查下佢哋嘅功課。一對仔女就係兩公婆拼搏嘅動力。距離佛山300公里外嘅廣西恭城，貝榮寶好似平時咁入到自己屋企嘅果園。78歲嘅老漢有自己嘅生活哲學。不做事的人，不出汗的人，身體不當好的，還是做一點這個
劳动好一点了，不用那个年轻人的挂身啊，收入的是其次了，有这个零钱花一点，不用问后生他们要钱啊。老輩而家隨打製作緊嘅係工程人離唔開嘅一味四季飲品油茶。這個油茶呢，解困提神，累了我就回來打一點油茶吃，我一天呢吃了3次4次，很好的。工程油茶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唐代，當地窯包食油茶驅除濕氣，千年傳承不改，味道越嚟越順口。油茶早已經成為窯家嘅招牌。由大山入到城市，茶搭子都越嚟越多。油茶嘅最終進化版本都離唔開火鍋，尤其搭埋本地人認證嘅最佳拍檔豬三鮮。微苦嘅茶湯同土豬肉、豬粉腸、豬肝相遇，再次煲滾後撈出嚟，豬三鮮爽脆嫩滑，再倔強嘅腥臊味都俾油茶劈到乾乾淨淨。油茶火鍋想要出類拔萃，必定係油茶要打得好，而咁地道嘅風味就收埋喺重重大山裏邊。千百年嚟，瑤族人民喺呢度繁衍生息。佢哋順應濕度大、日照時間短嘅地理條件，種茶、採茶，用自己嘅方式嚟製茶。將有開口嘅生鐵厚底鑊燒到興，加少少油潤鑊，茶葉、花生、蔥頭、薑、蒜陸續落鑊，用7字形木錘反覆捶打油搓。廣西各地都有油茶，但只有工程油茶先至會放花生碎入去減少油茶中嘅澀味。當鑊裏面嘅食材捶成蓉，輕輕黐鑊，並且喺鑊底出現一啲焦殼嘅時候，馬上沖熱水入去，茶葉嘅清氣、薑嘅辛辣、花生嘅酥香即刻被激發出嚟，成屋都香。加鹽，繼續攪勻熬煮。當茶湯變成黃綠色嗰陣，用茶葉格濾出嚟嘅茶水就係油茶。靚嘅油茶可以熬到5、6煲出嚟，味道從濃烈變到清淡。打好嘅油茶可以根據個人口味加炸米、麻蛋果等配料，夾埋蔥花、芫茜嘅香味，帶住薑嘅熱辣口感，先苦澀再回甘。1碗解渴，2碗暖身，3碗提神。土生土長工程人，點都會有幾個瑤山裏面嘅親友，貝榮堡當然都唔例外啦。我就看出來這菜幾好嘅。哦，起碼可以哇。是啊。呢菜有嚟㗎喎哇。同城市生活嘅疏離唔同，鄉鎮嘅日子少唔到親戚朋友嘅互相幫襯，分享農獲係大家增進感情嘅最佳方式。白露時節嘅鮮嫩茶葉，同清明茶、谷雨茶一樣，最啱做油茶原料。因為係喺桂花飄香嘅時節採集，當地人就叫佢桂花茶。有男生要好看，但是人家種要藥，好多人要嘞。咱屋裏話是楊梅茶葉是最出名的啦。是啊是啊。新鮮茶葉唔等人，要即刻處理。老貝夫婦打起咗混雙。炒茶要用文火慢炒，俾適量嘅水，可以幫手控制鑊溫。把這個油茶不同那個泡茶，這個油茶葉呢，來更香味好一點，濃一點。經過翻炒，茶葉逐漸凋萎，可以出鑊。最終品質好唔好？呢個手法好緊要。喺輕柔而有節奏嘅用力下，茶葉細胞被破壞壓碎，擠出嚟嘅茶汁黐喺茶葉表面，咁就有咗濃郁嘅茶香。做和你了吧？也了。
幾好，好啊！自己茶葉爽身。而呢批茶葉會喺爐膛嘅餘熱中慢慢烘乾，兩老會留到細路返屋企再用。11月底，宮城嘅地標美食柿熟啦，十里八鄉都忙住採摘，採柿嘅、買柿嘅，柿林裏邊好熱鬧。老輩都等到好幫手嚟啦。就是嗰啲賣雞肉啊，其中有快1錢、快2錢，鍋的價錢蠻好，冰的價錢也可以。3個兒子，老大是殺豬的，老三上班的，這老二在外面做工的，他回來這2天。果子多了就回來幫摘一下，不要還種這麼多了。二仔輩為曉，今年都仲係第一次返鄉下，難得返嚟，梗係幫阿爸做多啲嘢啦。大哥輩為東，每日都忙緊屠宰場嘅嘢，雖然幫唔到阿爸照料果園，但每逢年節或者家庭聚會，都一定會揸鑊。我想起火鍋油茶。有山水有茶的。油茶都仲要老輩親自嚟打，平和嘅心情加埋持久嘅耐性，60年功力打出嚟嘅油茶，先至係家嘅味道。油茶的要水滾要過頭辣，炸青油茶香啲，知道吧？你明年做茶葉的時候帶我也去了。記得喎。你咪把油茶給供起來哇。等你老了我就打給你去。難得聚餐，自然要打油茶火鍋。這是我早上自己殺豬過來的，一大個豬肝，最小的那也叫做子肝，子肝要嫩一點點，好吃一點點。這樣啊，2倍有油的叫做雙倍腸嘛，特脆。這個里脊肉也比較嫩，隨便怎麼煮都好好吃的。豬三鮮足夠鮮嫩，切好之後，只要加入薑絲、鹽、食用油撈勻，就可以等住同油茶會合啦。準備好了，可以了。成棚人食飯要做多幾個餸，就算係手腳麻利嘅貝維東，趕頭趕命都趕到天色入黑。俾你烤肉，一家人共聚一台，油茶要先飲。從懵懂孩童開始，油茶就好似一個老朋友一樣，陪伴喺每一個宮城人身邊。飲夠油茶，再繼續油茶火鍋。呢個時候先輪到豬三鮮登場。這個特點留給我，3歲的湯姆，來，順口味濃，帶啲澀，有回甘，複雜嘅味道喺舌面交纏，綿綿密密，難解難離，就好似關於家嘅隱喻，彼此照顧，知足常樂，或者就係一家人幸福嘅真諦。